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今天有非常多一些议题，当然都跟包括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会关心的对，今天呢，在几乎大概所有的霸团都先排了。好，那到底谁是联署日第一的呢？好，待会在节目里面张义善会为您揭晓，好吧？那这些联署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如果30席进入三阶，那相对来讲，如果要是罢绿委的部分，如果成数没有这么样的高的话，那未来国民党这仗到底该怎么打？南检起诉，那第一个在国内因为罢免这案子有涉及到伪造文书呢，那第一个起诉案子出来，从包括起诉了10几个，然后包括缓起诉30几个，然后再对照罢团在整个联署的时候那个志工人数非常非常多，你两相比较，对。那国民党确实要面对，就是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用抄名册啦，或类似这些事情。那包括原住民委员一些，那死亡联署也非常的高。那到底未来会不会真的有包括要冲中央党部啦，要搜索这样的一些事情？可是不管怎么说，像基隆啦，所有这些还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些侦办的一些案件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讲是说是真的是行传右翼对头风嘛？因为朱一伦主席呢这几天那讲到赖清德总统的时候，讲到赖清德主席，好，不管你怎么说，他就直接用了。包括是不是这样，像希特勒啦，在做独裁的一些行为，这件事情引起了包括德国在台协会，包括以色列，甚或法国、荷兰啦相关驻台湾一些单位，那提出了一些的抗议跟谴责。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甚或连民众党那一些支持者或是他们一些政治人物，这一次没有退让，直接反击，讲出他们到底哪里说错。而这整件事情，对于不管是台湾在未来、中华民国在未来国际，或是在国内整个罢免风潮，又会是什么影响？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相关的这些议题。一战是那罢团几乎都先排了啦，没错。那好，那最后大家看的是第一个联署率最高的是谁？那联署书拿到份数最高的是谁？最后是。当然是小新得第一啊！第一名还是徐小新啊！徐小新今天送出了175%，等于是17.5%的这个选民都参与了联署哦，但是其实他们是达标是达到178%啦，但是他们送出175%，原因是他们留3%在手中，如果被删掉之后还可以补件，所以他们留了3%是没有送件的，所以这个巧心还是得的第一名，总共送出的份数叫41874份。这个东西，恭喜徐小新得到了这个是第一名啊！但是呢，我赌的王宏威啊，没有得第一名的原因也是有原因，因为他是全台贡献度第一啊，他171%，总共45888份，超越徐小新的联署数。但是他们为什么没第一名呢？大家以前都觉得说应该是这一区应该会得第一的，其实他们在后期，他们这个罢团非常的认真去支援很多艰困的罢团，包含什么新竹县啊、苗栗县，他们都跑到各地去支援，他们陆战不再在，因为已经达标了嘛，而且超过所谓安全门槛，他们的陆战队就去支援艰困选区，所以叫做贡献度第一。而尤其是阿美啊，现在全台的阿美浪潮，所有的志工都说我是阿美啊，我也是花莲的阿美啊，花莲小美冰淇淋就是我哈。所以为什么这个贡献度第一要贡献给王宏威的罢团？那联署数最多，全台最多的就是洪孟凯，因为他的得票数也最多，因为那区的选区的人数也最多，所以他总共是54888，我是888啊。那王宏威叫做是我888啊，他们都有谐音的，其实他们都有一些份数没有送出去，故意送出一个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份数嘛。所以1、2名都已经出来了，罗廷伟第3名啊，我们傅崐萁啊落居第4，没有在排行榜前3名里面哈。但是傅崐萁的贡献当然也是所有全台仇恨值最高的一个人嘛。所以全台湾现在全部送出去，只剩下4区还没有到达门槛，只有4区还在拼所谓的达标的门槛，包含新竹县的徐欣怡、苗栗县的邱正军跟陈超明，还有彰化县的谢依凤，也就是说31区都应该达标，达到门槛，都会送件。他们现在拼的都叫做130%的安全门槛，因为会算
被扣掉的一些份数。那有18区已经达到所谓的安全门槛，这130%非常有意义的是，它除了是2阶联署保障自己一定会过关之外，它还有一个意义叫做，如果我们用过去的送件数跟所谓的投票数的比例。Thank you 是2.1倍，那韩国瑜是2.3倍的话，我们就抓2倍，也就是说，如果送出13%的选民数的联署书进去之后，乘以2等于是26%的选民数，那26%的选民数就过了25%的这个投票的门槛，罢免的门槛。那接下来就不可能打冷战嘛，就是你的罢免数、反罢免数要超过这些罢免的门槛，所以现在问题来了，现在几乎啊，如果各份民调最近都公布非常多的民调，包括我们花莲也公布民调，我们的同意罢免的人会去投票都高达80%，那不同意罢免，像傅崐萁、花莲都只达到3成多，一般的来讲都是5成到6成的这个愿意去投票，落后所谓的同意罢免票几乎将近3成啊，所以国民党现在危机是我的同意罢免票的催高的效果是有的，而且现在联署的效果乘以2的情况下都过了门槛，这18区过了门槛，那国民党怎么因应把他们的不同意罢免票催出来，而不是打冷战可以去因应的？如何透过组织跟文宣动员出来，这才是关键。那组织的系统，当然傅崐萁这就是标准的乡村地区组织的系统。那这些东西，国民党要如何透过组织系统动？但是都会地区啊，几乎很难用组织系统。譬如说台北市，你很难用组织系统来动员这些所谓的反罢免票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不要忘记了，台北市5区里面。竟然有4区都高达150%以上，也就是说，他们开出来如果乘以2，有30%的选民会去投下这个同意票的时候，那将近30%的选民同意票，那你不同意票可不可能超过30%？这也就是国民党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如何去催出他的不同意票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观察，譬如一直观察的重点摆在台北，那还是回到那句话，那老话一句，天龙国。蓝营本来比较占优势，但是这次出来的结果，包括刚刚讲，因为5区有4区超过，就讲说超过了大概140、150这样。那对于即便赖士葆那一区，它只有130几，可是像郝龙斌看到那个赖士葆那区，他非常愤怒，说这是民主支持，怎么会连赖士葆他的意思大概就讲，不管服务啦或各方面，怎么可能他会过了第2阶段？但他就是过130几。好，这就我们长期来讲说，为什么连在台北好，那更不要讲花莲那一块，那桃园6区的蓝委全部都进了2阶，所有这些都会区或是我们讲传统蓝营比较占优的地方，这次看起来全部都翻盘变成这个样。最大的就问题，你觉得是在哪里？我觉得郝龙斌批说这个大罢免连赖士葆都过是台湾民主支持，我觉得不对啊，是国民党支持。在这么蓝的区域，赖士葆的2阶联署居然来到137%，那代表国民党的立委的全体的表现是让大家不满的。因为大家知道，你知道联署这一件事情，联署罢免这一件事情不是投票，投票是一件正面的事情，大家会乐意出来投给或者是表态我支持谁。但你要罢免人，就是说我要讨厌你，讨厌到要出来联署你，甚至我要出来当志工，拉很多人来罢免你，代表我的动力非常强。因为我出来当志工，我出来冲联署的时候，我可能都要面对到站在我立场对立面的人来跟我呛下，但大家不怕，站在第一线。你有看到文山退保的那一些志工啊，我真的觉得很感佩，是他们是走在大街小巷里面，然后沿着大楼里面去喊说，就欢迎罢免赖士葆，我们这边有联署书，请大家出来罢免。你知道在文山区在文山区，他们居然有那么大的动力。那国民党与其去批评什么台湾民主支持，你为什么不想想，短短的时间，从去年2月1号到现在，国民党居然可以做到天怒人怨。做到大家要出来罢免，你没有检讨，你反而说什么台湾民主支持，我觉得这不会让人家接受啦。而且国民党用这样的态度，就是在轻视你们，根本没有好好的检讨你们这1年来国民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再补充一件事情，赖士葆啊，我要问的是国民党啊，
你知道那时候去年的时候，国民党新上任的立委在选总召的时候，赖士葆其实一度是要出来跟傅昆萁选的。是，请大家想想，如果今天国民党的总召叫做赖士葆，国民党会走到这一步田地吗？如果今天国民党的总召叫做赖士葆，国民党会走到这一步田地吗？不会嘛，因为他是资深的，他是专业的，他再怎么样意识形态跟民进党不一样，也不会做出这么荒腔走板、反民主，有这么多的修法，有这么多的提案，他也不会带着国民党10几个立委跑到中国去跟王沪宁见面嘛，对不对？你知道吗？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次，傅昆萁说要这个提所谓的临时会，然后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提案马上被打脸，说那个时间根本不能提临时会吗？我在我的选区遇到赖士葆委员的时候，因为那就变成一个笑话嘛，他提临时会那一件事情变一个笑话。我遇到赖委员的时候，我就跟赖委员讲说，委员，今天如果国民党的总召是你们国民党会不会被笑？你知道他就说，对呀，就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他自己也知道，在整个国民党上了傅昆萁的失速列车里面上船之后，连赖士葆一个专业，过去被认为专业、形象比较正面，而且在深蓝的立委，他也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一次的大罢免、大海啸，你就知道有多惨嘛。所以郝龙斌，你再继续检讨选民，我告诉你，国民党这5个在台北市的立委，我觉得全部都会被罢免。因为你要知道，大家的仇恨值是越来越高。所以如果讲台北5个都被罢免，那蒋万安连任也不要选了。如果真的已经到这种地步的话，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他们到现在还在检讨选民的话，没有检讨自己在傅昆萁带领底下的国民党的荒腔走板的话，我觉得被淘汰的就是他们换上一个新的人，也许你知道吗？就我自己在选区看，你知道吗？要取代国民党在文山区，对民进党来讲，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算是赖士葆被罢免之后，民进党推出的人选，或者是说新的这个本土的人选，跟国民党的人选在文山区要选赢，其实几率是不高的，是困难的。但换上一个人，就是告诉国民党，你们不可以再像过去这1年来一样的表现。那如果到现在国民党包含刚我们讲的台北市5席全过，桃园6席全过。国民党到现在还在检讨选民，而不检讨自己过去1年来在立法院的表现。我告诉你，你们现在2阶通过了这些国民党的立委，3阶被罢免的几率都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不太了解嘛。如果这样来，明贤，你们怎么面对这个？第一个，几个都会区几乎都面临到台北、桃园、台中。几乎是全面面临到这样的状况。光一个台北，因为你自己是台北市议员，光一个台北，虽然那个王宏伟有讲说，很多的委员都已经做好打第3阶段的准备，他们有信心能够赢得这样胜利。小金是说尊重，但是他相信选民到最后会明确觉得他会赢得这一仗，但是就是面临到这么多，而且刚讲是跟大家想象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你们怎么这样打未来这一仗？第一个苏培的讲说，好像在野党要去检讨，我要写悔过书，我做了哪些错了？我过去1年来表现烂到极点，烂到爆，烂到选民都看不下去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拜托，投票是这样，投票是有理性跟感性嘛，懂点感性永远都放一边，理性立委问政陈立丹。我过去搏击还有名誉，我们过去跑过立法院，好，立委的表现是怎么样？公都门问，这是一个。国会记者评鉴是一个最新的国会记者今年拿出来的，洪伟第3名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包括洪孟凯是第1名嘛。你说这些国会记者很烂，这些国会记者的评鉴都乱写的，可以这样讲吗？你那不是污蔑那个搏击，污蔑邱明玉吗？国会并没有参加，我们这次那个记者评鉴蛮多，你看连他们2位都不敢打包票。理性是一个，感性是一个嘛？你说这些理性没有用所以到底感性是多少？所以当罢免，我觉得是一个仇恨动员特别在6都的部分累积很容易，包括过门槛，相对的确实很容易。譬如说我举例来讲好了，我们最近有一个
我今天遇到我们原住民议员，我说他利用清明节回去摆摊，刚好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原乡的，在人家要上去那个拜拜的那个公墓上面摆摊，那个联署一天下来收了100份，然后回来之后。结果那个原乡的那个原住民，哇，恁台北那一下乱呐，怎么谁你们国民党谁又被收押了？你把我的联署书撕掉好不好？哎呦，寒蝉效应啊，也有担心。只是说不管再怎么样，在中南部，在包括比较农业县市，在联署有它的难度，可是在6都相对的就容易很多，所以过门槛很高嘛。可是你说他表现不好吗？我不认为是。就说你要仇恨动员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台北市如果照目前情况，哇，一个又是160几趴，一个又是几趴，没有170几趴，哎，170几趴，两个170几趴，对，不管他怎么样都过100趴，是。确实，这对国民党都是一个警惕，这是事实，代表说反对你的民意或仇恨你的民意或不满你的民意累积了嘛，起来嘛啦。所以这我们几个内部民调，我们包括我们的立委也有透过媒体去做民调。现在对我们比较棘手、比较麻烦的是，不喜欢你的、讨厌你的人动员都起来了，都集结起来了。那我们要自己都认同你的，或同意你的，或支持你的，就蓝军这一块。有没有动起来？所以未来包括1/4是那个否决票嘛，那你要支持你的怎么去动员起来？所以包括对台北市，包括我们下礼拜有陆续的动作啦。我们包括因为习清接了代理党部主委之后，也有动员，包括我们未来如何去架，包括宣传车动员都有。下礼拜陆陆续续都有动作了。之后目前局势对我们来讲确实相当不利了。请问一下，刚才苏培讲说，如果国民党在去年的时候。他举赖世宝委员讲说，那时候有跟傅昆萁委员本来有要争总召嘛，他说如果总召假设啦，但是时间没办法倒流，如果总召不是傅昆萁当总召，今天的国民党不会面临这样，你同意吗？我觉得包括苏培讲的都是用这种见缝插针的一个方式嘛，比如说什么赖世宝跟他讲什么，比如说我最近在那个 YT 一大堆，包括民党故意释放出来，我说把这一批国民党说王宏威干掉，李彦秀干掉，比如说港湖李彦秀干掉，我就去递补，然后什么王宏威干掉，然后张维源就上去选举，都是用这一套嘛，这不是在见缝插针吗？说什么你那个副总召，你忘了讲你自己耶？我刚有讲啊，李彦秀哦，对啊，我刚有讲，第一个就先讲，只是说我已经表态我不选了啊，对，所以如果他已经不止一次表态，我在这个节目里讲过好几次了，他也不会选。对啊，只有现在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说什么赖世宝，如果不管说递补谁上去，不管会不会选得上我要见缝插针一下民党就会提名那个简舒培吗？还是要再礼让那个阿苗？所以有需要这样见缝插针吗？就说罢免选战蓝绿好，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变成就政党对决嘛。民党把所有支持者，包括不论是怎么样，情绪确实被撩起来了，也绿营也集结起来了，对蓝军的仇恨值也累积到最高了。那问题目前的困境是对在野党的困境是哪？第一个要如何面对执政党庞大的资源，包括司法资源，然后自己内部的组织战怎么打起来？这是所以我觉得是两面作战呐。对党中央来讲，他要面临说，接下来包括党中央他预期说有可能会被司法搜索嘛。第二个，对于组织战、陆战的时候，包括我们你看，譬如说台北市党部主委被抄了，然后书记长、总干事也被抄了，接下来打陆战怎么去打？所以对习清对我们议长来讲也是很辛苦啊。你陆战怎么去打？所以现在如何集结资源，把地方包括挺国民党的力量把它凝聚起来，这是未来比较努力的。OK。但民跟姚明其实都跑过，你说都跑过，不管你法，只是刚刚讲这一次的国会评卷，当然不是你们啦，你们没有在那部分，可是一定都看过很多立法院，包括从前面几届看到现在，所有这些，小雨直接问一下，但是朱一伦，我不知道是为了安民心还是怎么样，他说他们自己内部的民调。然后国民党这5席是稳的，但是这出来以后，赵少康也吓死了，对，戴时清也吓死了。就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讲出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去细究他讲的那份民调里面，他的立论基础是，那大概有1/2甚或2/3的民众是反罢免的，所以这些是该稳的。可是现在重点根本不是在表态赞成或反对罢免，而是你会不会出来嘛？对，大家都要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我那个数学都不知道已经算过800次给大家听了，可是居然是为了安民心嘛？好，或是你现在看起来民众的那个仇恨值包括或讲说现在整个因为司法搜索有收押了有什么，这些全部都摆进来，国民党这一仗好打吗？在讲朱立伦问题之前，我先刚刚针对明贤讲的他就讲说什么罢免碰到很多的困难什么有人什么加咖啡起来，对啊，被收押，连署都撕掉。我是说现在他们才知道联署有多困难。
在讲朱立伦问题之前，我先刚刚针对明贤讲的哈，他就讲说啊，什么罢免碰到很多的困难啊，什么有人什么加被起来，对啊，被受压，连联署都撕掉。我是说，现在他们才知道联署有多困难。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个故事太长了，2个小时我们都讲不完。庄瑞雄他的负责选区是台东，他上山下海去田里面或者去山上，他去收他说收钱要给谁的联署了？没有人种田啊，你在讲什么？有人种田啊，他说你别签吗？这样子，他们都是这样子。他说签回来那个联署书都还有那种泥土啊，还有泥土的芬芳，对，都还有，甚至还有些有农药味道，就是人家的那个上山下海。我们原住民也跑到公墓去联署了。我是说，你不要再去讲那个辛苦啦，那你更不用讲站街头被骂的那个很多，所以你们现在才在讲那个辛苦，我觉得是笑死人。再来就是说，你说资源啊，你们虽然说中央有中央级，可是你们资源是14个县市台中卢秀燕也是他执政啊，那蒋万安这个台北市也是他执政啊，那你怎么不讲地方有14个县市都是国民党在执政？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比这个啦哈。那回过来讲朱立伦啊，我觉得朱立伦蛮有趣的，是说。其实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讲这种话了，就说我们的看那个民调很安心啊。他已经不是，因为上一次我记得也是讲王宏威，那时候在预告王宏威很危险的时候，他也是出来讲过一次。那时候大家就已经跟他讲了，你不要再这样讲了，你再这样讲的话，好，那我们就想说，好，罢团希望你这样一直讲到投票前，好，那大家就是舞照跑马照跳，很安全哦，所以大家都不用大家都在家里是要这样吗？对，那当然呢，今天有人在帮他缓颊，就说我记得是黄敬平他说朱主席这种讲法是讲给党内人自己听的因为现在党内人有些人心浮动不是你看像这个今天那个谁郝龙斌，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碰到了一个大学的退休教授，也是国民党支持者，他跟他打包票说，对，我反对大罢免，所以呢，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不出来投票，我就在家里。真的很多人这样跟我讲。对啊，所以而且你知道重点是，他是大学的教授，对，他搞不清楚，连他们都觉得罢免就我支持你，所以我不出来。对，那更何况一般民众，他不是说大家愚不愚民，或是老百姓对着，而是。一般人对政治本来就没有这么认真，就是想当然尔啊，就是说反对的人就在家里，是出来的人就是投赞成的。我插个话，好，我服处长龙接到电话，我支持李彦秀了，你们办公室有没有联署？我去联署。我说联署，我真罢免。我说不用联署，要出来投票啦，真的搞不清楚，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说朱立伦这样讲会有两个效应嘛。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很安心，那国民党支持者通通都不用出来投票。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搞不清楚的人也不出来投票，所以看起来他的危险很多嘛。那戴习清他其实是讲了一个现况啊，你也不要说打脸他，不用说打脸朱立伦，他就是讲了一个现况。他讲了2件事嘛。第一个他是说，因为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就超过30%，那罢免的门槛你只要25%，那按照这样状况之下，你只要民进党基本上你三成以上的支持者都冲出来的话，哇，那你这个有斗啊，你有斗啊嘛，因为。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出来一定都是投赞成罢免的嘛，那再来他也有讲他就尤其说现在就是说蓝绿的板块已经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所以你就说真的国民党这么稳吗？他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看法啦那所以他也是真的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接了代理党部主委嘛，他等于说在第一线操盘，确实表现他的忧心所以我就觉得说朱立伦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劝告他了好，那我要再讲的是说，我觉得朱立伦现在2大危机啦，就目前为止，我说针对这大罢免，他第一个危机是说。现在看起来，曹兴诚昨天喊出30席啦，35席，这个上看30席嘛，那现在当然我知道罢团他们最后一个是林佩祥，截止日是5月23号了他们当然希望说可以上看32席，然后最好是35席全垒打了好，那好，就算退1万步来讲，最后中选会就说我都退1半的路来讲，你去踢掉那些不合格的，可能是25席，好，最差让你25席好了。那国民党你现在有15席的绿委嘛，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你们认为有哪一席可以罢得掉的？就禁3阶，对，禁3阶，应该讲禁3阶。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不是禁止对，我们努力中啊。你方面来讲，非禁止画面，对，非禁止会不会？我们会尽力冲刺。对，那你就讲哪一席是可以罢得掉的嘛？你讲一席就好。我们的责任额是双北嘛，所以努力在双北。所以就是吴思瑶还是吴佩仪？那么双北都要，我们在努力了。好，那你应该讲双北还是说双吴？
双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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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吴思瑶跟吴佩仪啊，他也是觉得他们可以努力这2席，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我当然觉得不可能啊，因为张克记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去不回头了啊。我们4000封都会寄出去了，会那个。现在会寄4000封了，4000，因为昨天大家也是不懂为什么要寄2000封。没有了，第一波2000，第二波2000，分2波4000封都会寄啦。那怎么寄2000？但明显会不会真的出现？因为有的霸团在考试的意思是说4000寄出去，又是假的这样子，不会啦，是大部分人接到以后就说这几下了。啊，我明明也没有签过，为什么你要寄这个？会不会出现这个麻烦啊？他们就听到，包括很多绿营的朋友又在那边讲说，对，都讲有人考 C 这个，有人来考 C，我们4000封寄出去就代表有一定的把握才会寄嘛，不会寄。有把握为什么不寄挂号？你干嘛寄平信？有把握你干嘛不寄挂号？较贵啊，不你要抖内哦。你是有在差，那个罗志强都捐230万出来了，你是有在差那个游资哦。哎呀吧，如果小玉捐赠的话，我们就寄双。反正小玉，你现在看觉得最起码是25-0或是30-0，你觉得会这样？对，我觉得你觉得会是0啊？我觉得是第一个危机啊，因为他其实说实在，他们最有把握的应该也就是双五嘛。那坦白讲，你吴思瑶就看起来这个就不用再玩了。那吴佩仪坦白讲，李孝亮最近出来讲的那些话，我也认为就是说他就是还有他妈妈讲那些话，我也觉得艰困很多啊。所以如果说他们的第一个危机是，如果到时候真的是30-0、25-0的话，那这个气势就已经先弱掉了。好，这个是他们进攻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是说他们要怎么样防守？你们要怎么防守？1席不能掉。还是说朱立伦的扣打是他如果6席要下台，还是5席下台，还是说只要1席就下台？都不能掉什么6席就下台？那所以1席就下台喽，所以1席就下台是这样吗？自损自己的威风，哪有可能？你对汪安来讲，台北市刚刚武哥讲的没有错嘛，掉了任何1席，对他连任都会变成很大的伤害。可是徐小新，可是我要讲的是说，朱立伦伦只要是0。罢免绿委是0，他其实就应该要下台了。你知道吗？罢免绿委这一件事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动的嘛，对不对？然后刚刚像明贤讲的啊，那反正10%这种仇恨动员，民进党只要参与的话，一定都过。那我问你嘛，你国民党罢免绿委从头到尾都参与到底，你们连1%都超到出事你觉得罢免联署真的这么容易吗？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它不是所谓的政党仇恨动员就可以让民众站在街头帮你联署所以我觉得，如果李明贤或者是国民党如刚刚明贤所说的，就认为说啊，这是仇恨动员所以这个国民党5席都过的原因，就是民进党加入用仇恨动员的方式就动员出来，所以这个还好啦。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错估了，你们真的没有在街头看到这些所有人的状况。再来，如果真的35-0，刚如明玉姐所讲的，他们的困境2，你觉得国民党还会继续走下去吗？他们会让罢免走下去吗？还是会走到刚刚讲的，蒋万安知道自己如果明年要连任，如果他选区里面有任何1席被罢掉，他连任都有问题了，他会不会重提所谓的倒阁 ？OK。刚刚讲的，蒋万安知道自己如果明年要连任，如果他选区里面有任何1席被罢掉，他连任都有问题了，他会不会重提所谓的倒阁 ？OK， 可是好，来杨明，如果把这些数字全部都摊开这样看的话，为什么刚刚会问到说对国民党35-0本来是第1阶的数字，后来国民党就弄了15席嘛，才会出现35-15。如果到了2阶，不要说35-0啦，就算现在的30-0好了，对国民党来讲，因为那某种程度打仗也看一个气势嘛。如果这样的话，对国民党来讲，好，这仗怎么打？还有一个，如果刚讲为什么讲说吴思瑶那个地方对国民党来说，因为张克进现在真的不知道在哪嘛。那现在明显刚讲4000份。确实有绿营的朋友就直接考这些说，你们会不会寄出去？人家根本讲，我从来也没有联署过。因为你如果把像那个林俊宪委员跟王定宇委员，台南现在已经起诉嘛，起诉11个，还起诉30几个。照检察官起诉的内容来看，林俊宪委员被伪造的数字快2000份，然后王定宇也是1000多份。那第1阶段才送出去的也不过大概就3000份了，一个2/3，一个1/2，一个2/3，一个1/2。所以你如果照这个数字去回推，当然我不知道在吴思瑶那一区当时送出去的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连的，还是都是抄的，或是他们真的去摆摊连的。可是你如果拿那些数字回推来看，这4000份寄出去，你不知道那个风险有多大。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可是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35-0，如果第二阶哦，各位，我不是在讲以前的历史，那个35-0一阶，我们现在在讲2阶哦。那国民党这场怎么打？这个就是叫做最基础的战略失误。就一开始你就不要去跟人家比嘛。啊，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以霸制霸，就没有那个零，就没有人要比啊。你要比的就是民调谁同意跟不同意的比呀。所以我说这就是朱立伦要负最大责任呐。这如果今天朱立伦，当初以霸制霸都是他在讲啊。所以我说现在国民党陷入这个困境，你朱立伦身为一个党主席领导者，下面至少现在台南已经确定是抄了嘛。他们很多蓝营的支持说这是栽赃啦，你们内鬼啦，连胜伟说是栽赃啊，你怎么知道不是？现在台南就已经人家认了嘛，还拿3块钱、2块钱一份，3块，老实说蛮廉价的啦。但是呢，重点在于说他们认定抄袭或伪造的联署书比中选会挑出来不合格的还多。我说这才是问题，这才是问题。今天你国民党为什么不能正正当当的跟人家按照游戏规则去好好的联署？台南是这样，台南是比较早发动这个相关的侦查作为啦，后续双北、台中、基隆这些一个一个冒出来的时候，不是几比几的问题，是你国民党整个那个乱搞的这种情绪，会让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出来投你那张，连不同意票我都懒得投了啦。我说这才是问题啦。那刚刚讲到说，你看，对啊，连大学教授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罢免制度在台湾没有全面性的这样子去投票啦。真的，我们也有讲过嘛。现在大概比较熟的高雄，比如说台中第2选区，比如说基隆市，就有几个选区是有罢过的，有过这个经验的，所以他们知道说罢免原来要出来投票，很多人不知道嘛。那从我今年年初我才听板桥这个叶元之讲说，他碰到一个阿嬷，他说你放心，我听你，我绝对不会去投这张票。然后呢，接下来赖士葆又说大学教授，从阿嬷到大学教授都不知道要投这张票的时候，国民党的危机在这边。是现阶段对国民党来讲它基本上叫做利空出尽。利空确定出境了哈，差不多了嘛，都该收的都收了，这就剩一波了嘛，还剩中央党部，剩就原住民这一区，看这个中央党部会不会被抄。我说基本上利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东西会动了啦，只是说迟早嘛。那你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凝聚出要动员投票的力量？我想这才是接下来的关键。OK， 戴伟豪，你有发现国民党现在动员的力量有一股是一直塑造司法迫害，包括连中央党部。对，我就开直播给你看，然后我就等着看剪掉，直接冲进来，塑造出那个样子。好，这是国民党一直在喊的一段。那这样喊真的能够催出所谓的支持者吗？当你眼睁睁，如果不管是党主席或各路诸侯，你就眼睁睁看着一地一地的陷落。不要讲那几个都会，花莲，也是大家讲兰中之来那个地方，但是现在也不用，因为当一善连户籍都迁过去以后，你就知道他们的决心有多强。那现在看着一副都是这个样子，对，不管国民党对各路诸侯，你还是单纯的喊着司法迫害就解决掉所有的问题了吗？好，我想司法迫害就是反正就是碰到那种司法侦办嘛，人都被抓，都认罪了，都还起诉了，还能怎么办呢？就只能喊到底，戏要演到底。但从前面一路谈过来的脉络，我必须说，国民党应该做出一个决定：现在到底危不危险？现在到底危不危险？是好，没有，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赢。还是说，拜托阿公阿嬷，拜托，要完了，要死了，要管他。我觉得他们一直在两者间游移。这才是两者有，你觉得危险？对，你觉得危不危险？我觉得就实务上就是非常危险的。你觉得危险？一山，你觉得危不危险？当然危险啊，因为已经我跟你说，18区都过所谓的13%的安全门槛嘛，等于是会投出25%嘛，是吧？那剩下的就是你不同意票会催出多少比例嘛？那现在同意罢免的都是高达80%左右的投票率。那国民党现在不同意罢免都只有50%左右啊，所以这个是国民党的危机要去解决的。危不危险？当然危险啊！可是可是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认为他们危险，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不危险。来，杨明危不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小玉危不危险？超危险。超级危险。OK， 我只是要确认一下，对大家，对，我要大家都觉得危险啊！你国民党里面还有2股势力哦。对，国民党内当然还会有2股势力。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傅昆萁的这个状况啊，这是范老师他们做的民调哈。当然，在这个第5点就是他去选花莲，如果
回去选花莲县长，你会觉得现在不是委员吗？已经预设要拜拜，预设要拜拜是因为前面民调做出来就是会挂掉，会被罢免的状况下，然后回去选花莲。然而可以发现其实他在样本结构上都可以发现，大概只有1/4人还会支持他选县长，超过一半是反对，这绝对不是国民党过去的盘，民调显示这样，可是呢？会不会有比较跟国民党那边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会说现在安怎么样？有啊，吴子嘉董事长今天说这个傅昆萁被罢免，那头就跟你对赌，还是会有人去鼓励蓝营创造这样的想法。同样的，我们来讲其他区域像林涛之前也在节目在这边也讲有我在桃园6区稳选举大家都讲温调的保戏这种你讲了6区稳，有我再稳完了，这种想法那我不用救你了嘛不是稳吗？可是他同样昨天接受关心杰访问的时候，他又说桃园就很冷明明就很冷到底是怎么样生出1万份？你的名单资料是哪里来的？没有问题吗？他讲这种话，当然其实是顺应着蓝营的心态，就说没有的确那个都是民进党人也是用抄的，也有你要注意这个字，也是用抄的这种是自我安慰。他们那个只是不办如果办的话一样会倒啦，没有要应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说现在路上好多敌人在那边举牌子，在那边继续冲连署，外面都失火了，并没有传达这样，他只说。人家那个都是假的，那个连署份数都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资料。现在一个稳，我们稳下来，改打热战，大家出来投票，我们就会赢人家干嘛要出来投票不就稳吗？我们稳下来，改打热战，大家出来投票，我们就会赢人家干嘛要出来投票不就稳吗？逻辑一直没办法自洽，为什么呢？就是朱立伦如果现在说，糟糕，大事不好，那人家就问谁搞的大事不好谁嘛？战犯是谁？你先出来，你要解决逆转这个事，势必要让大家从上面2024年1月的60%，他们号称60%跌到现在这么悲惨，谁要负责这个溜滑梯？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连国民党中央不管要不要喊司法迫害他们对于这个选情面对第一线危局的状况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基层呢，像民前这种基层，像习金也是议员出来，也是议长嘛，他的基层一定最清楚嘛，他怎么会敢说稳的话，那他都不要玩了。所以。到底怎么去完成这个逻辑的自洽？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挑战。那因为一善自己你也是在花莲，你在花莲当志工嘛，对不对？包括在花莲当志工，那消费并进这样。对，消费并进。那因为今天当台南地检是第一个正式起诉的案子，没错。你看了台南地检起诉以后，然后包括你去看几个霸团，像就连在台北的几个霸团，那不管是宏威那个地方的、巧新那个地方，因为霸团志工，你看那个人数都是好几百。没错，都是好。所以你拿这个去比较签出来的连署书，你也大概可以推得出来说，那国民党因为他们的当时的人数，你去比较或者台南地检的起诉书里面看，就会觉得说，那真的要交代到底是怎么连出来的。那这些对于刚才讲到国民党现在的司法迫害这段，尤其党中央看起来就是死守4行仓库的感觉，我就固守在这，我等着你们来冲。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情形，你觉得这一招，尤其是在刚讲到从台南起诉了，基隆现在2度搜索，所有这些事情，国民党如果连这个司法问题都还面对到这么复杂这些的话，你要全党静下心来，只是说我们都有准备了，我们都准备好了。这很难呢。那个国民党今天台南市党部被搜索，然后被举出说1份3块钱1份3块钱那不叫志工，好不好？那叫工读生超1份3块钱也不符合劳基法规定，因为我直接讲，要1个小时要超70份，你才达到所谓的劳基法的规定。1小时的那个费用费用对吧？你要200块嘛190，你至少要超60份啊！如果我们住在台南
龙旗很难写，好不好？龟人很难写，好不好？这字都跟龟山一样难写，所以你1个小时可以抄到这么多份吗？我打一个问号啦。所以难怪错误率会这么高。37个人，我刚才讲了，37个人不起诉啊，不起诉还要好还起诉，而且要罚1万块。对，那可能钱都要还给这些没有抄的钱，还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钱都要1万块啊。对啊，3000份也不过1万块而已啊。所以啊，国民党那个不叫志工，我们什么叫志工？哎，你以为抄1个小时70份，我们一天啊，光一个志工，他们在街上那喊啊，帮忙啊，可能一天都不超过50份呢。但是我有300多个志工，每一区几乎都是200-300个志工，每天都是10几个联署点在那边催，再加上我在讲那个已经不是巷战，叫入户入心。为什么呢？你只要打1通电话，你要联署，我就服务到家。那个叫入户入心的做法，我连那个小蜜蜂摩托车队都随时 stand by 在那边，随时等待着。你只要一联署，1通电话打过来，我就到你家去帮你联署好。这个叫做志工精神。但是国民党是用抄出来的，根本不了解有多么困难。你以为这个10几%是很容易的事情，是非常难度非常高，尤其我们花莲还签了2次。所以这个难度非常高啊！国民党用抄的，你现在被起诉，我们今天看到台南市已经起诉书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从副主委以下，总干事、书记长全部11个人被起诉嘛，有37个人，我刚才讲过的缓起诉处分，他们要缴交1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罚金嘛，另外还要法治教育，这其实是一个范例。我为罪不罚，你们只是抄写，你们只要认了就可以所谓的缓起诉。所以我要奉劝啊，李孝亮、赖以任，你们真的就是不是你们的事，就不要说是你们的事。到底是谁在抄？从台南市党部看得很清楚嘛，就是台南市党部的干部找了他的亲友来抄写1个份数，1份3块钱嘛。就是这个逻辑嘛，这个逻辑会不会在台北市也发生？会不会在基隆也是同样的状况发生？只不过基隆还多了一件事情，我怕抄到死亡名单，我还叫民政处去帮我查对一下。连民政处、连政府机关，这个是昨天我们调查局长说的嘛，全班都在作弊啊，老师还给答案，这个不应该查吗？没错，伪造文书是不是重罪？不是重罪。所以可以缓起诉37个人，你也不要讲所谓半蓝不蓝绿。我们公民团体有一对姐妹，她姐姐帮妹妹写了名字，也被核对笔迹被查出来了，人家也去做约询了。这很简单，这也叫违罪。我只是不小心帮我姐不知道，然后帮我妹妹签了这个东西，也会像这37个人一样，叫做不起诉处分嘛，缓起分啊，受法治教育而已嘛。这个东西叫违罪。但是如果是违罪，为什么国民党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错误？如果一开始就承认错误，说以暴制暴，我们做不到，我们用抄的，我们是错的，我们接下来直接做反罢免的工作。现在朱立伦还要那边硬凹所谓的希特勒的问题吗？不会嘛，他不要说什么司法不公，赖清德黑手介入，所以赖清德才是希特勒嘛。今天会惹出本来是小事，变成是一件国际震动的大事，都是朱立伦搞的啊。那如果朱立伦这么搞，这些所谓已经要被罢免的立委，他们只能靠自己了。连叶元之是朱立伦的人啊。朱立伦有帮他吗？没有啊，就叫他去跑庙啊。我也觉得叶元之很可怜啊。整个党中央对于这些要被罢免的立委，就像徐小庆说的，现在群龙无首，我们只能靠自己，根本这个党中央就是无能自己。所以无能自己的情况下，如果让朱立伦继续带领着国民党，我觉得啦，他们要催出这些反罢免的票，叫做难上加难。明显，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对国民党来讲。刚才提到的那些，这次不可讳言，罢团在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会感动人的一些事。那不管是拍影片呐，或是说自己，你说那个凄风苦雨的站在那个地方拉，希望人家联署的这些，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如果要讲以罢制罢的话，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感动到你们的一些支持者，然后能够做到这样一些事？我们回来看一下国民党的荣光时刻，不是没有。我这样讲好了。当初韩国瑜在2018拿下高雄那一仗的时候，
是大家少见的，很多年轻人，包括在网络上面，包括很多的这些去力挺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那个时候，那国民党为什么在这次的所谓如果要做以霸制霸，根本做不到能够让人感动的这一块？这是第一个要吹支持者。第二个，最近很多来宾在讨论的时候都说国民党要不要承认这部分错误，就像刚才杨明讲，最起码南检这一块，起诉书里面讲出来的是这个样。好，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只是起诉。那要等到判刑，要等到最后定，如果一定要到那，当然无罪定验以前，定验以前都是无罪推定也可以。可是我们回头讲政治这一块的话，国民党要承认确实好，就算不是全部吧，确实有些地方是出现了这样的事，需要由中央出来承认错误，然后包括圣或道歉，需要做到这样吗？第一个，我觉得霸团是确实很有创意了。你包括一开始的口号这些，把国民党的立委。很多啦，我觉得蛮有创意的啦。第一个，我觉得霸团是确实很有创意了。你包括一开始的口号这些，把国民党的立委。很多啦，我觉得蛮有创意的啦。那你说基层去联署，到基层去摆报菜场去摆摊，第一个也蛮有毅力，蛮有创意。所以过去包括国民党在推动上一次在线上选举的时候推动公投、反核公投、反美猪公投，这个我们说第一个，我都去市场联署过啊。从早到晚，其实那个联署。你说难不难？其实你要用心用力去做，就拿得出来了。都有。那你说这句话讲得好，那国民党为什么不这样？是啊，所以这个我就说，现在去检讨当初，就是说刚刚伟阳老师有提到嘛，就是说你到底要精准罢免，不是说我挑定民党几席，或者说我全部都不动，我就反罢免，到时候我就出来投反对票就好。就说现在去检讨说当初源头为什么要讨论说要精准罢免，还是要反二罢？我到现在讨论这个于事无补嘛。因为现在面临到现在已经到2阶，即将进入3阶的时候，我同意，确实当国民党很有可能，你不论光小玉共的20几小，可能变成35席，或他讲的全垒打，这对国民党来讲就是一个政治海啸啊！每一个人在去年刚选完，而且今年又要做选举，我真的没有看过，而且还不能募款哦。是啊，而且立委选完。很多立委在哎呀，去年选完站路口选完，然后又要送车，今年开始又在送车，又要一早起来，那个对身心打击，就对他来讲要承受这种压力多大，所以现在对在野党来讲，不是去检讨说当初的决策错误与否了，而是说在于说如何去抵挡这次的或化解这个大海啸了。那你说联署过程中有没有瑕疵？我认为至少基隆那一个张元祥那是不当的嘛，就是你用公务机关你用那个名单那是不应该的，只是说你在检讨说有没有伪造文书或有没有抄文书之前，这过程当中你就是面临到一个比例原则嘛，当所有党部被抄的时候，你行政部门有没有利用私保的问题，所以对在野党来讲。现在不是检讨决策，而是全力去冲刺的问题了。所以你说联署，现在我们就变成说正规军出去了。包括你说多义善共啊，说什么国民党说只有抄名册，我那属林帮岛，包括所有汪志斌议员都带着志工，带着他的助理办公室，除了开会之外。在啊，处理早上处理联署，6日也处理联署，下班也处理联署，都去站啊。只是说，我认为说，如果这个过程中，在第一阶段，如果也是正规军出去的时候，如果你要精准打击，你就中规军出去打嘛。我认为说，当然肖亮他们还有包括赖以任他们都很认真啊。只是说，如果不那时候以议员，包括我们正规军出去跟他们去做搭配的时候，我觉得第一阶段1%也没有问题啦。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哈，现在不是说党中央是这样，只是说现在我们去努力，就是说第一个努力冲刺，看能不能过2阶，然后变成第3阶嘛。如果假设真的出现最坏的情况真的过了不多，或者说完全没有罢免，比如说连罢双无都没有过，那又是一个不同的打法。你在催票的时候不同打法，譬如说我们的很多台北市的议员。把立委拿出来就说，请出来投不同意票，类似这种宣传的手法嘛，所以是这样子啦。我最后讲了，中选会，比如说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拜托啊，你也不是大法官，你也不是最高检察总长或怎么样，你就直接讲说国民党是组织犯罪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也是组织犯罪我是地堂的堂主还是我说左青龙右白虎？我刚刚买咖啡的时候，小玉就离我很远，我说我现在组织犯罪，所以会不会寒蝉效应？最后怎么样？你说你要准备把我抓到直升机，把我送到绿岛吗？或者我就说这种话好，司法侦办去侦办一回事，
国民党有一些过去有瑕疵，该怎么办？我尊重你，可是说比例原则也要照顾啦，程序正义也要照顾。当你过头的时候，都会引起一些民众的不同的建议。那个我补充一下啦，就是说，因为阿贤公起码检讨这些于事无补，不是罢免是这样哦。如果你发动攻击哦，你没有办法攻击成功，那个回力镖就是打向自己。现在国民党就是面临这个窘境，还没有。其实第二阶段还没有结束啦，但是现在看起来整个不利的因素都在国民党这边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看衰啦。那这个一看衰下去哈，就更不可能成功。那更不可能成功。在那个第二阶段，大概在6月初、5月底、6月初这段时间，就是陆续罢绿的第二阶段要送件的那个时间期限到的时候，如果真的最后是0，如果到时候最后真的是0哦，而且不要忘记，现在刚刚阿贤讲嘛，他们现在是国民党的党公子都投进去，对，如果还是0，那朱立伦这个时间点就要下台了，连连任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党内的那种愤怒，他是自己人的愤怒，是支持者的愤怒。我们426上了凯道，你还做不到。我说。其实国民党现在要担心的是危机在这边呐。杨明，我们这样讲好了，当时为什么会有188这个出来？是因为那时候不是第一阶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个19比0，然后20几比0，后来31比0，最后这样，然后国民党的来宾自己讲说，他们的支持者就讲说，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就坐在家里面，然后让人家挨打，然后怎么会？所以才会有以霸制霸。不。那个时序有点错乱，是因为他们同时发起了，可是因为他们要补件，所以补件才会导致中选会的那个查对晚了1个月，才会变成说先通过罢绿的，罢蓝的部分一直有数据出来，然后罢绿的一直没有，其实是这个时间差。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支持者如果第一阶段35比0，第二阶段就像你刚刚讲，大家都要下去，连正规军都出来，还是个。不要说35了，就算30，因为现在看起来30是确定嘛，没错，31比0。那国民党的支持者就像你说那个愤怒好，如果那个愤怒如果再加上过程当中有一些司法的案件，叫支持者出来去帮你投下那个票，他会不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帮你投什么票？当你面对到这些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光明磊落的大家打一仗。小哥，这个罢免绿委的选区就是这些选区跟罢免蓝委的投票是2个是平行，是平行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些涉案的，比如说罢免林俊宪、王定宇的当然整体来讲，对于国民党的所谓的支持来讲，我觉得他们影响性不大。是对中间选民要再去在这个时候，我想说，我要去。挺你们吗？你们是一个违法，比如我按照李进勇说这个叫组织犯罪集团，我挺下去不是很丢脸吗？所以我说国民党他们其实要担心的是这一块，但是他们现在麻烦的是什么？是第二阶段，比如说我们讲台南好了啦，你罢免王定宇跟林俊宪，你第二阶段还能过吗？起诉了，这些人全部都团灭了，请问你现在还要怎么继续罢下去？而且那个第一阶段，如果照地检署那个资料来看的话，2/3或1/2，那都是伪造的。对，那第一阶段连第一阶段都没办法过啊。其实我说，如果今天地检署甚至被罢免人，他直接拿这个数据去跟中选会是吗？要求重新验是吗？甚至可能所以可能会导致对嘛？对。所以我听说，连这个你如果把这些都摆进来，你就很难想象那未来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可是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很多啦，包括中央党部到底会不会还会面临到这些？可是有一点，杨明但再怎么样，因为昨天节目来宾也有提到过。以中选会主委李金荣来讲的话，那段话适合吗？当然不适合，就是你可以说涉嫌涉嫌犯罪。对，他说你讲我这些旧案，你也掩盖不了你们组织性犯罪的那个，你已经是把人家定罪。当然，也许这个李主委他是法官出身的嘛，他已经这个未审先判了嘛，他有他那个性格啦，但这句话应该是失言。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舒北好了，虽然国民党是好。那大家每次要客气讲有党他党什么这些，但是双方好了，这个进入第3阶段，讲白了啦，可能打到最后，国民党一定会打到就是蓝绿对决啦，就是把赖清德主席什么全部都拿来当做因为罢免只有一个人在票上嘛，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稻草人在那个地方嘛。明显你们肯定把赖清德拿出来嘛，对不对？一定的，他们执政呢，执政当然啦。所以打到最后，一定就是大家又回头打到蓝绿对决了。依照今天 TPOC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的这个民调调查里面哦，有72% 的民众认为部分罢免提案死亡连署高于5%是不合理的，只有14.8%认为是合理。但其中大家看一下，国民党的部分有60%哦。国民党的支持有60%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民众党认为有73%认为是不合理的，所以国民党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们在罢免联署里面，如果变成是罢免立委，等于是国民党自己立委要被罢的柴火的时候，请问你们要怎么自己灭火？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所以刚刚明贤哥讲说不用去检讨我们的策略，不，你们从头到尾就是策略出了问题。你们现在的这个策略成为你们现在所有可能30席或35席人国民党立委要被罢免最大的柴火，而且这个案子如果继续查下去，他是不是组织犯罪，很快就会知道。因为国民党从南到北罢免绿委的全部都抄如果只是个人行为，那你可能发生在双北，不会发生在台南。结果你现在没有，你现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部罢免绿委的，全部发生这样的状况，你怎么会觉得说他不是组织犯罪的？所以李进勇主委讲这个话，适不适当？我觉得当然可受公平，但国民党会被认为组织犯罪，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刚刚明杰哥讲说总是要符合比例原则嘛，那我们要再一次讲，你知道台北市罢免国民党立委在第一阶段的联署里面，死亡联署国民党5个立委里面是0件但罢免吴思瑶、吴佩益那一件都是100多件，甚至吴丽华是来到185、189。那国民党针对这一件事情完全没有要为自己辩驳，说，起码讲一下，说我们的联署绝对不会有抄的，没有。他们现在告诉大家是说有抄啦，但也不要现在查嘛，对不对？翁小玲委员就是这样讲的嘛，就是说我们有抄嘛，但可不可以等这个整个罢免完之后我们再来查？这有这个道理吗？所以包含这些言论是不是都在帮国民党添柴火？另外国民党的徐宇珍现在又讲说，这个包含他要提出修这个选罢法，因为他说选罢法第75条第1条规定呢，他说公职人员的罢免呢，要在就职未满1年不得罢免，这有 bug 啦，应该要把它修法修成未满1年不得提议或联署。我要问徐宇珍委员说，你真的觉得现在如果把它修成这样子，你们国民党立委不会有35席被通到第2阶吗？你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法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整个荒腔走板被提出罢免这一件事情是天怒人怨，而且大部分的人是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那你们现在用修法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在帮你自己同党同志在添柴火？另外，这个抄名单的这一件事情违反选罢法，这已经是事实。然后你们现在用要修选罢法的方式，大家就会觉得你们就是更小灯秀嘛，对不对？再来，有没有怪错人？我在讲嘛，以罢制罢这一件事情，是国民党从上到下的一个策略嘛？你看。说这个赖世宝被罢免，结果上个礼拜居然我的选区选民接到电话，说是否认同简舒培协助罢免赖世宝立委，是否同意罢免简舒培议员。然后这个民调电话做的单位是艾普罗。我要讲的是说，如果赖世宝被通过2阶，甚至进到第3阶，国民党还不自己检讨，反而要用这样子提议被罢免民进党议员的方式来转移焦点，来模糊视听。我觉得国民党不会在第3阶的时候，我觉得国民党这一些立委没有办法自救。对啊，所以我还是不太懂，就是说国民党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么蓝的台北市，这么优势的台北市，国民党会在第2阶的罢免的过程当中5-0，尤其赖世宝137，我都觉得他其实可以算是最高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的蓝绿比例，他几乎是6成5比
比3%的一个区域，就国民党是6%，然后民进党是3%的一个选区，它居然可以高达137%，这件事情绝对是国民党的隐忧，而国民党到现在没有自己要检讨，然后还一直在那边怪东怪西。它居然可以高达137%，这件事情绝对是国民党的隐忧，而国民党到现在没有自己要检讨，然后还一直在那边怪东怪西，然后怪说什么只办蓝不办绿，然后不符合比例原则等等的，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嘛。另外就是说，他们现在一直在打稻草人，就说啊，接下来啊，国民党要被国民党的党中央啊，要被这个要被冲了啊。但我要讲的是啊，对啊，那。这个原住民立委的罢免案，它包含陈莹、包含伍丽华的名单到底哪里来？他的死亡连署这么高，到底是谁抄的？这一件事情不该调查吗？而吴宗宪委员超好笑的，吴宗宪委员今天啊就教国民党说，到时候如果有这个北检真的来冲的话，就会嗡嗡嗡。像是蜜蜂一样，然后嗡嗡嗡嗡，我觉得太快了吧！整个国民党在面对这一件事情，在面对罢免绿委，然后伪造文书、伪造联署这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没有一个正确的检讨，我认为接下来其实国民党的困境会更高啊。小雨，国民党现在需要清战场吗？所以清战场就是把不利的一些因素，想尽办法都把它给切掉。因为接下来一定是有很多委员都要进入到第3阶嘛，他现在要做清战场吗？所谓的清战场就是，譬如要不要把这些司法的一些的纷争，因为司法会继续往下走，可是它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有没有需要想办法做什么样一些的处理，或是你说这整个过程好了，只能说没有最夸张，只有更夸张，因为再怎么样，行政系统我不管你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不应该介入的，所以基隆这件事情，而且看起来还没有完，因为前2天2度搜索，对，搜索完以后，如果你照检方的那个押张渊祥的那所有的法院押张渊祥的所有的裁定内容来看，看起来似乎有意还会再往上走的感觉哦。确实啊，你刚刚2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真是难为我了，就要怎么想办法。对啊，对，我先讲几个了。你就说今天国民党还有没有什么有利的因素？我跟你讲，刚刚又发生一个最新的消息，还有就是去挺那个426正前的那个老板娘啊，她不出来还没事，她一出来，今天就是已经被羁押了，刚刚被羁押了。要暴力讨债啊，就暴力讨债啊，就是你不出来挺胜正前说，哦，这些人是我揪的哦，什么哥哥这些人都是我揪的，还没事他一站出来，哇，暴力讨债，那就进去了。你说这个会不会增添正前的这个？所以你就说到底有什么好事情？你说你真是为难我啊。那回到基隆，这个其实事情蛮大条的啦，重点在谢伟仁呐。其实我有去问当地的头人呐，重点谢伟仁，你要不要大概简单介绍？因为我怕有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好，对，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谢伟仁说实在，因为你在那个检调的新闻稿里面是说他是一个里长，但是我去问了，事实上他没有那么简单，他就是市政顾问啊。他以前确实是里长没错，但是地方的头人跟我讲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赌博啊，有这个欠债跑掉，后来谢国良2022年回来的时候，再把他找回来去做市政顾问。那第一个其实就有点问题，因为这个人其实背景蛮复杂的。他如果说是因为真的赌博跑掉的话，你还把他找回来做市政顾问，而且他市政顾问是没有编制在市府的体制内的哦。但是呢，你知道他在市府里面有一个非常威的绰号，大家叫他总司令，大家叫他总司令。然后他是统管市长室的秘书，那为什么是统管市长室的秘书？因为秘书群是在帮谢国良安排地方的行程。那也就是说，今天那个张之豪有在脸书上有一个图嘛，是说要见大谢先见小谢，大谢就是指谢国良，小谢就是指这个谢伟仁。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谢伟仁常常陪着这个穿西装笔挺，陪在谢国良旁边跑这些地方行程。那坦白讲，我还听地方头人讲说，更夸张是连开车门不但要帮谢国良开，还要帮这个谢伟仁开，就说其实他蛮大尾的啦哈。那他其实就是
就是总司令。那我要讲的是说，有人跟我讲说了哈，因为他是出入市场是如入无人之境。那他们是说跟我讲的是说，那个张渊祥不要跳啦，就是他没有那个脑袋去想说要去切入户政的那个个资啊，哈，就是说去查对。他说是有人去帮谢国良帮大谢出主意，那这个馊主意是不是小谢出的？他们都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今天不是最新吗？就是除了这个检调，还有把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主机啊，2楼主机给搬走。那我有稍微去问一下，就说为什么特别要去搬走那个主机？因为他们有怀疑其中有未露面，而且是具有非常高度影响力的人。好，因为那个检调去压了张渊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张渊祥你出来交保之后，你还拍照，然后还跟一个这个未露面但是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人见面，所以有勾串嘛。那我今天问郑文婷，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苦主啦哈，他说这个检调他有去了解，他说检调去把那个2楼的那个监视器就是全部带回去主机啊，当然是担心国民党会去湮灭那个证据嘛。那他带回来是说，他们想要去找那个所谓的有实质影响力的人，是不是曾经出入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基隆市党部？他觉得那个是最后一根稻草了。因为那个法院后来压张渊祥的裁定，如果你看那时候的话，小玉刚讲的话，因为那内容对一般人来讲也蛮多的，它的重点就在实质影响力。谁会有实质影响力？不是影响力哦，各位你知道这个差别？影响力也许可能会有职位上的一些或什么，实质影响力可能你没有职位上下主从之别，但是你就是有影响力，那叫实质影响力，而不是影响力。那几个字颇堪玩味。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就地方头人也有跟我讲，是说他说现在看起来哈，就3大少嘛，对不对？就基隆3大少就是那个林佩祥、谢国良跟那个张渊祥。那他说张渊祥就算他肯认罪，因为看起来他认罪，他是不是想说可以轻一点？但是不会轻啦，因为他也是赌职啊，这很恐怖哎。他说张渊祥就算愿意扛，他的爸爸张通荣不会愿意扛啊，因为张渊祥是张通荣唯一的一个儿子，就唯一男性可以传承家族政治香火的啦。那他对张渊祥有点期望嘛，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再战议员，所以当时给他一个民政处长做。那民政处长就是统管这种什么公庙啦、村里系统的啦，希望说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再战议员？那现在凭什么我儿子去坐牢？那你另外2个大少，一个市长做市长，一个立委做立委，继续在外面可以这么爽？那其实张渊祥做这件事情对他根本就没好处啊！他凭什他又不用扛KPI， 然后这个罢掉立委也不是他在做，对不对？那所以凭什么他的儿子要坐牢，其他的2个大少还是继续在外面可以这样子做市长、做立委？所以等于说，即便张渊祥要扛，他的父亲张通荣一定也吞不下去，所以后续还有得看啊。伟阳，如果真的讲的话，你说吴宗宪委员，也许要让国民党内部的人对还是回到也是要安心。所以如果真的检调办的话，当检调上来敲门的时候，那就当是蚊子嗡嗡嗡嘛，就这样子。可是你光看，包括李孝让、赖以任，对，就要去以前那个氛围，风萧萧兮易水寒，连看守所的饮食都已经研究过了，对，所有这些很少有人真的能拿他当嗡嗡嗡啦。对，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说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的有一段也引起大家也有一些人讨论，就是那个比例原则到底是不是要到每个都收、每个都压，类似像这样，这确实大家可以讨论的。但现在看起来，对于不管是国民党李孝亮，因为赖以任已经请回了嘛，是，这牵涉到包括那中正万华这一区，你到底能不能往下走？是我刚刚为什么要问小玉，就是所谓的轻战场这一块，您本身对军事有研究，一个战场，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全面支应的时候，你势必只能选择对，你要牺牲掉一部分，即便那一部分可能会有你的弟兄在那，你肯定会，但是你为了整个大局，你也许不得不做一些牺牲。是。国民党现在面临到这个状况吗？这个其实我们先从李孝亮和赖以任他们进去之前讲非常多话，然后什么周公啊、易经、周文王啊，什么都出来了，出来什么都不讲。显然进去那2个小时看到了、知道了一些事情，检察官问的或者讲的跟他约定的出来，他们这一次就突然收了。他们不是在外面讲说，如果放出来，我们会被当料杯啊，被当料杯啊，说国民党党不被收，怪在我们头上。他们做了很多推敲，出来都不讲话，是不是因为在讯问过程中知道了一些事情？
他们做了很多推敲，出来都不讲话，是不是因为在讯问过程中知道了一些事情啊？当然，后来流出来的消息是说赖以任说去验我笔记啊，那个是不是我笔记一验就知道？验笔记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那些有没有你抄的，好，那个是不是你亲签的，就是最主要的送出去一阶段送出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相关的意义啊。所以，是不是代表这2个人想要下课？以某种漂亮的方式下课。最漂亮当然就是因为司法侦办的关系，很抱歉，我没办法继续了。我没办法讲话，没办法出入，没办法，甚至就去压掉。好，但是这个就讲到是不是在地方基层已经出现设停损点？是不是有很多国民党的人就故意压着，就是说我们就一路看风向，看到6月7号，看风向怎么样？这就见死不救。这个在政治圈其实跟军事很像，有一点很爽，就是拥兵不救是最爽的。我保护我所有的兵力，躲在我的城，你那边烧起来关我什么事？反正我在这场大战活下来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到底国民党人这种自私的个性能不能被转化为为了党再拼最后一次？我觉得这很关键。来，明贤，你要不要回应一下？现在没有做切割的问题啦，因为现在已经进入战场的时候，你那边还能讲说哦，现在就去检讨谁发令是吧？所以现在不是说切割谁了，当然战场选择是这样。选举是罢免选战，如何去打组织战？那司法战是一块。刚才讨论说，譬如说那个有没有打过头？我刚刚讲说，也没有说什么伟航老师讲说有没有拥兵自重。像我们议员都有分配责任额，台北市议员5000份嘛，你就得交出来啊。那譬如说，像我们遇到确实有些难度，在地方在街头联署的时候，有它的穷极，有它的极限。譬如说市场，去逛菜市场就是固定那一批人呐，6日也是那一批人，你再怎么多极限，它就有一个顶点。他都签过了，他也不会再多申请了。对，所以你要如何透过其他的管道，譬如说啊，我不是只有菜市场而已，我要去公园，或者说我再去其他地方把这些份补出来的时候。就面临到有一个难度啊，譬如说，最近我刚刚讲一个原住民议员的讲说，他因为司法的关系，你台北新闻的话呢要撕掉。譬如说我们在士林北投他的联署，我们议员国民党议员出去联署，譬如说啊，他只是跟党籍的里长不好意思，我桌子不够，我跟你借张桌子好不好？党籍里长不愿意借嘞。国民党籍的里长呢，他借个桌子都不愿意。对啊，他怕借个桌子就会被查嘛，这地喝啊，还会出代志啊，这样确实会有寒蝉效应出来。我不知道这不是支不支援的问题而已，确实大家也会啊。现在出去联署的时候，第一个我讲说，就说菜市场联署差不多了，因为其他地方在联署，那有些民众呢，我有去看过，我去公园，我也帮思刚他们去联署过嘛，确实有人问说，我帮你联署了，这些资料会不会被那个民党拿去用？他们也会担心这样子啊。所以现在联署的时候，确实也遇到一个顶点。那第二个，所有议员都透过这种管道去拿到联署送出来，当然没有拥兵自重的问题了。至于说最后现在就是2阶段，到5月底，大概6月初要送件嘛，这阶段就是全部全力去冲刺。那所有议员大概所有最后党中央有 KPI 还是要检验啊，所以没有所谓拥兵自重的问题。第二也没有切割了。对于萧亮他毕竟是支持国民党的，我们没有说断尾求生或切割，一定要力挺。这时候你要讲江湖大会，你说当初是他们出来领衔去协助了，然后你现在说把他们放生，断尾求生，你弄政党以后谁会挺你呢？你当然要挺到底呀！我看你就说江湖大会如果你要做切割，那不是跟李进勇讲了你们就是组织犯罪你们这些人就说大哥出事就小弟出来扛，没记得逮级啦。我觉得最基本的做人的江湖大会跟政党是一样的。OK， 国民党在面临到大罢免这么多其实有非常多一些事，但在这个节骨眼下。出现了，就是包括朱立伦主席在受访的时候讲到，现在赖清德总统在整个国内的作为是不是有独裁啊什么什么？因为讲到了希特勒这些，那引起了刚刚前面讲，包括德国在台协会，包括以色列，包括荷兰、法国这些相关的一些国家的驻台的一些单位，都纷纷表达了一些的抗议。那我先让你看一下，包括今天是欧战胜利的80周年，那赖清德总统呢出席，然后也发表一些的谈话，那包括讲到当这些国外的一些驻台一些单位发表了一些抗议的一些说辞的时候，国民党包括朱立伦呢，这些都做了一些相关不同意的一些说法，让你看一下。来，今天我们怀着肃穆的心情，与各国代表齐聚一堂，纪念24
世界大战的欧战胜利日。这不仅仅是台湾首次纪念欧战，也象征着我们与国际社会更紧密的连结。在此时此刻纪念欧战的胜利，珍视和平，就不能坐视侵略，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外国政府不能成为这个迫害民主的帮凶，更不应该干预各国的内政。大家应该共同唾弃的是独裁者，而不是要帮有可能伤害民主、迫害反对党的独裁者讲话，而是应该站在民主自由坚守的立场讲话。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指的是赖总统变成一个独裁化。这不单是朱立伦这样说，媒体这样说，民众都也这样说。这真正应该反省检讨的是赖清德总统。一晨是刚才那段已经是朱立伦主席前面已经讲了赖清德总统是个独裁，就像希特勒什么什么，后来引起了一些包括我刚刚讲德国在台协会啊什么什么抗议完以后，刚才那个就是显然国民党或朱主席针对这个议题没有要松口道歉或让步的意思。没错。朱立伦从联署以霸制霸，一错再错不认错，今天讲出这样的话，不就是因为一错再错不认错吗？前面有没有潜力给他看？有哦，有一个叫宋建良的，我们三重李坤城的李前人，现在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这个人刚才讲说我们不能断尾求生啊，不能切割，这个国民党有切割哦。这个国民党有开除党籍哦，他那时候进到北检约询的时候，穿了希特勒的纳粹的衣服，然后比了希特勒的手势。德国在台协会有没有抗议？有。以色列有没有抗议？有。抗议完之后，你们国民党知道错，知道错，所以才切割嘛，断尾求生嘛，说是宋建良的个人行为嘛，开除了党籍嘛。到现在二阶段联署，他有没有在签？我不是不知道，到底算不算国民党的？现在国民党没办法解释，宋建良已经知道发生错误了。结果昨天，因为今天是欧战的80周年纪念日，你什么时候不提？你在欧战80纪念日的时候，你在提说赖清德像希特勒。之前就已经告诉你，我会因为这件事情愤怒跟抗议啦。结果你现在不是宋建良哦，是你整个代表国民党的朱立伦，同样讲了一句话。不止德国啊，以色列也发生抗议啦。德国讲的是说，台湾不能与纳粹类比嘛，台湾就是民主自由。朱立伦，我跟你讲，法治不代表纳粹。法治有一定的程序。现在台南地检署的程序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你的伪造文书就是违法的。你这叫程序啊，这叫法治，那不叫做纳粹。不要把国民党被搜索，国民党因为伪造文书被搜索这件事情，就把它纳粹化，那叫做法治精神。而以色列直接讲嘛，纳粹政权将纳粹政权的暴行跟台湾当前的政治情势比喻是不当的言论嘛，就不能类比，你比的不伦不类嘛，不伦不类还有谁？你自己出来讲就好了，你还打了一堆打手，这个打手有陈玉珍啊，陈玉珍啊说你德国在台协会不符合外交礼仪啊，不礼貌啦，我直接讲陈玉珍你最不礼貌了，为什么呢？因为反批德国在台协会不符合外交礼仪，还认为朱立伦无需道歉。难道德国在中华民国之上吗？第一个，德国跟中华民国是平行的，都是外交单位，大家是平行单位。重点是你先骂别人的嘛，你先把人家比作把台湾的赖清德不伦不类的类比成是希特勒嘛，所以人家生气了，你忽略了人家在历史上面的伤痕嘛，尤其今天在欧战80周年，多少人被希特勒所屠杀，你今天这样的不伦不类的比喻，让德国生气了，你才是没有礼貌啊！甚至我直接讲，朱立伦不代表中华民国，好不好？朱立伦只代表你们国民党的党主席，你为什么说德国在中华民国之上？你脑袋里还是那个党国的思想嘛？我直接讲，朱立伦不代表中华民国，好不好？
朱立伦只代表你们国民党的党主席，你为什么说德国在中华民国之上？你脑袋里还是那个党国的思想嘛？国民党就在中华民国之上嘛，所以朱立伦被骂了，你认为他失去了外交礼仪嘛？不是吗？他们送给4叉吗？不是说功在党国吗？还不是功在国家，也不是功在国民党啊，是功在党国。这就是陈玉珍还满脑子党国思想嘛。李彦秀，你是怕徐小新得第1名，你很不爽是不是？你也跳出来讲说我们忽略了抗战胜利，拜托，欧战胜利跟抗战胜利是不同的日子，好不好？李彦秀，去读一点书啦。抗战胜利就是终战纪念日，就是8月15号，今天是5月8号，是欧战结束的日子。人家当然是讲欧战的事情啊，人家为什么要讲抗战胜利的事情？等到8月15号，你看赖清德会不会讲抗战胜利的事情？一定会讲抗战胜利，终战纪念日是中华民国必须去纪念的一个日子嘛，每年都有纪念啊。李彦秀，你是一个立法委员了，难怪你要被罢免。更可笑的是连胜文，连胜文说我们很穷啊，家徒四壁啊，这句话就好笑了。由连胜文嘴巴讲出来说国民党家徒四壁啊，你连胜文不会捐一点哦，人家至少照样把他选举的结余款都捐出来，你捐个1亿啊，还讲人家家徒四壁，所以美国啊很多的外媒驻台单位都不跟国民党联系，所以说什么这些人是民进党侧翼嘛，所以他们的想法只要不站在那边，连德国、连以色列、连荷兰、连欧盟的代表处都叫做绿营的侧翼的意思吗？所以整个国民党对于他们一错再错，为了去凹这个错误不是错误，所以不断的犯错嘛，所以不断犯错的结果，我直接讲为什么连往生者联署国民党的支持者都有60%的人觉得不认同，为什么？我们可以来签啊，重点是你们有没有找我们来签才是问题嘛。而你们为了往生者联署这件事情，为了伪造文书这件事情，把所有的责任赖给清德，赖清德变成希特勒，才导致了整个国际的愤怒嘛。这是国民党如果再不认错的话，整个国民党你看2阶段的联署、3阶段的投票，多少支持者会站在你们这边？明显。绿营有人直接说要朱立伦道歉，说要不然会变成一个外交灾难，会吗？其实历史就归历史啦。德国在希特勒那个时代是不是威权是独裁属性啦？因为他逼德国当然有他的内部问题，经过了1次大战之后，国内民生凋敝。后来希特勒他也不是一开始独裁啊，他是民选出来的啊，后来变成独裁啊。所以上就说，我看了德国的发表的那个声明，好像我也有点看不太懂。他说缺乏历史敏感性的类比，我觉得德国代表处挺赖清德，而不是说认为朱立伦类比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这不应该。所以刚刚我都在讲诶，说你老公如果希特勒不能类比的话，以前陈其迈委员这委员来想骂过希特勒啊，那时候还把那个什么就说江宜桦把他撇向胡子，然后说类比说希特勒，怎么他批评说那时候马政府是独裁。我觉得如果你这样类比是这样子说。你现在到底说赖清德总统面对在野党做的是不是独裁嘛？是这样，譬如说你对陆配的权利是不是已经有限缩人权了啊？包括公务员要写切结书啊，说不是来自中国大陆，这是不是有类似专制，甚至有限缩人权的？譬如说你司法不符比例的一个原则，这个是不是有限缩人权的？所以担心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说独裁威权，这个也不是说我把你扣上这个名单，很多媒体也这样形容啊，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主席的提醒点出来这个问题而已。那至于说自己是不是独裁者，赖总统自己心里有数嘛。我就说，如果是不是这样，掌握权力的人是执政者而不是在野党啊。你现在来修理在野党，我觉得这些德国代表处还有这些外交官，我觉得他可能对于台湾内部的一个内政的问题，我觉得过度干预了。来，是不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讲法让人家真的很害怕他们到现在完全不认为朱立伦把赖清德拿去跟希特勒做比较，然后被德国这个在台学会抗议这一件事情，他们应该要变一个想法你可以去质疑民主国家，你要质疑谁是怎么样，你都没有关系，但你拿这个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屠杀犹太人，你知道大家想到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你把它拿来做对比，就是把这一段历史拿来做消费，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应该要知道的所以刚刚立山大哥有讲到宋建良那时候的发生那件事情，他被
被约谈的时候，穿着希特勒的相关的这个服饰跟标志，还有做出那样的手势，就被批评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朱立伦第一时间是没有出来道歉的，是站在宋建良那边的哦。大家那时候都还讲说，朱立伦你为什么你明明是一个资美派，你是一个国际派，你居然会做出这样子相挺宋建良的动作？后来朱立伦是被逼着。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才发一个说他们谴责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又再一次的消费这一件事情，就会让人家觉得说，那你当时国民党发的那个道歉不是真的嘛？再来第二个，刚刚明贤哥讲的，我相信应该是国民党现在所有的态度，他们认为德国在台协会干预了台湾的内政，但是这样子吗？你看德国在台协会发了这个声明，谁转发？法国在台协会也转发。荷兰在台协会也转发，比利时台北办事处也转发，所以国民党要讲说这些人都是民进党的侧翼吗？民进党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如果这些事情不是很严重，你相信欧洲的这一些国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吗？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欧盟统一的反应。欧盟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消费了这个希特勒侵害人权的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好好的检讨嘛。另外有人觉得说，为什么这一波朱立伦的发言引起这个欧洲的国家反应这么的激烈？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嘛，因为现在是欧战胜利的时间，就是欧洲国家脱离希特勒，大家都在庆祝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结果你把这一件事情拿来做类比，在消费大家。第二个部分是这几年来。威权独裁的国家常常把民主国家比喻成希特勒，比如说普丁，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曾经讲说，这个民主国家在欧洲国家指称俄罗斯入侵欧洲这一件事情是不符合事实的，甚至这个作为就是希特勒的作为，你知道吗？现在大家觉得朱立伦把赖清德比作希特勒，就像普丁把欧盟比作希特勒是一样的，还有习近平也都是，全部都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法西斯啊、希特勒啦来指控民主国家，然后来做攻击，所以这一些国家会特别的有警惕，是在这个时间。那我要讲的是说，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去年2月1号，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在国会赢得多数。你们应该好好的检讨这1年来，到底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让大家会群起激愤，然后现在要罢免你们，而不是做这些荒腔走板的行为嘛？你现在想说这个赖清德是希特勒，赖清德只办蓝不办绿？我问你嘛，赖清德叫你抄联署书吗？赖清德叫张渊祥去开民政系统，然后去查储户的资料吗？全部都是你们国民党自己做，然后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检讨。什么只办蓝不办绿？我问你嘛，赖清德叫你抄联署书吗？赖清德叫张渊祥去开民政系统，然后去查储户的资料吗？全部都是你们国民党自己做，然后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检讨，然后把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比作希特勒，被全世界抗议的时候，你们还骂全世界，你们现在就是要与全世界为敌吗？不过现在看起来，杨明，这整件事情你会发现，包括国民党，包括刚刚讲到国民党的一些高层的一些。对整件事情都没有任何退让的一些的感觉，而且朱立伦甚或刚讲到说，国外不要干预到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内政，所以显然，因为现在整个大罢免已经是搞得，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一个头两个大，但现在还另外再开这个战场吗？应该说现在是朱立伦的高光时刻，大概是全世界最多国家知道他这个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哦。所以从这个角度，因为必须我这样讲啦，就我们前面讲到说，罢免的这些疏漏，朱立伦责无旁贷啊，那个叫政治责任。可是呢，他现在要做的叫做，我要把这些放在一边，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够去，我也没办法解决操控或者说这个后续的发展怎么样。但是呢，他要做的是从426以后，他要对抗的那个赖清德的这个调性，他已经定调了嘛。那这个定调。即便你今天外国这些单位来，我怎么可以认输？我认了我这个气就散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所有在野的这些反对赖清德的力量要继续凝聚。所以我必须说，
这不像以前的国民党领袖。以前的国民党领袖不会在这种议题，尤其朱立伦以前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有国际观的领袖，在言辞的这种选择里面你不见得要比喻为希特勒啊，不见得非得要用这样的模式模组。有很多可以比喻的啦，甚至你要形容独裁，你要形容这个民主专政，你其实都有很多案例可以用。你为什么非得要用这个？而且人家点了，然后他坚持说没有，你们不要来干预我们的这个内政。我觉得换个角度啦，就是说，也许朱立伦主席也有这个叫长期在野的心理准备了啦。你说不想执政的意思吗？反正也不是他当总统。就是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你说他当主席，也许还可以一直当，反正总统也不会是他选，你是这个意思？他应该没有再选总统的机会了，才会在这种时间点，我讲在这种各个国家的这种在台的使节或者是这种所谓的代表，去对你对一个政党去做这样的呼吁的时候，你说你们不要来管我们。我觉得这个在过去的国民党不会发生，可是现在是一个国民党的非常时期，就他得要用这种高度的对立去冲撞所谓的现在的执政党的时间点，他要把所有去声援执政党的力量都视为所谓的同路人。所以这种高度对立的状况下，我觉得朱立伦主席会缺乏就是跟过去的国民党不太一样。小玉，你也觉得现在朱立伦主席的国民党跟以前不太一样吗？可是这件事情，通常啦，大家都会觉得说国际之间的一些的意见，那反正是跟国际之间交往 OK。可是连胜文刚刚讲那段话意思啦，他讲说他们现在家徒四壁啊，国民党从在野以后啊，而且我记得他后面还是讲说，反正跟国民党接触的那使节里头也不会是什么高阶的一些的官员啊，意思就是反正你们大家现在看，反正跟执政党走得近，大概你们的有决定权的大家都在那我们有什么好跟你们要现在你来我往好来好去的这些样子？所以国民党现在是打定了，不管罢免，不管是碰外或什么，就是刚刚杨明讲的，因为都要塑造出只要是跟赖清德站在对立站在一块的，全部都是我的敌人。阿伯以后大讲说这些都是绿营侧翼，讲说荷兰比利时你这些都绿营侧翼，你敢这样讲吗？不敢嘛，对。那今天网友已经蛮严厉的啦，就说把这个朱立伦形容成南版慈禧啊，说已经8国联军兵临城下了啊，那你还这么硬啊？我认为啦，就是说朱立伦现在有点左支右绌，他的幕僚确实是蛮有问题的。你第一次宋建良的时候，你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了，那你昨天的那个中常会的那个稿子，你怎么还这样子写？那朱立伦你看了，你也没有 sense， 觉得这个不要这样念嘛。那我还是建议他啦就说你下次要骂你就骂这个独裁就独裁，你不要再去比喻了，因为他左支右绌嘛。他上次讲说赖清德是绿共结果后来这件事情也不能再讲了，因为你讲到绿共反绿共，你一定是反共共的话你就讲到习近平。要反共啊！如果比喻习近平行不行？可以啊，你可以骂就说你是绿习近平，绿谁要这样骂嘛？对不对？他说你可以骂啊，你可以骂绿共就好了。那你就说赖清德跟习近平一样，你敢这样讲吗？一样独裁啊，怎么样？那你敢讲啊？可是国民党后来就把那个绿共那个就拿掉了。而且你是在这边讲。你应该要在比如说咨询台的时候，对正式来讲一下，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被人家笑说他们之前讲绿共，后来在这个中国这边就消失了，因为你反共嘛，你反共你反习近平，而且全世界谁不知道，就是说习近平是最独裁，有人比他更独裁嘛。那好，你现在要比喻他这个独裁，你又讲到希特勒什么墨索里尼这个，人家德国又不高兴，那有人就我是开玩笑，我在上个节目在讲说，那不然你就骂他，你是这个什么小夫，你是胖虎，结果网友马上骂我说不行，胖虎很可爱，小夫很可爱，就是你都不要，我也被骂了，所以那你皮卡丘也不行嘛，就不能就是不能比喻了，就不要比喻了，就不要比喻了。那有人就我是开玩笑，我在上个节目在讲说，那不然你就骂他，你是这个什么小夫，你是胖虎，结果网友马上骂我说不行，胖虎很可爱，小夫很可爱，就是你都不要，我也被骂了，所以那你皮卡丘也不行嘛，就不能就是不能比喻了，就不要比喻了，就不要比喻了啊！后来有网友，可是这件事情他已经收不了口了，有人就说，那你就直接骂说你是绿蒋。现在有人最新的是说绿蒋会抗议，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你确定他会抗议？他不敢嘛？现在网友就说，那你就讲绿蒋好了啦，绿蒋也不行啊，因为蒋万安不是啊。可是眼下那是往后啊。可是眼下这件事情，你说以后不要再比拟或什么，可是眼下这件事情
已经是烧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好烧。就烧一阵，反正台湾的新闻议题会不断往上垒，确实是这样吗？我看他现在解决方式就是这样啊，他今天看起来他上次也没有道歉嘛，对，那这一次他也没有道歉，而且看起来他的可是绿营会放过吗？绿营肯定这个议题一直往下打啊。现在已经死猪不怕滚水烫，就已经这么糟了，那你还担心会再糟吗？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啦，因为坦白讲，你下次要开国际记者会，你现在已经得罪了这些国际的驻台使节，那你说你的国际记者会，那你要限制荷兰不能来，比利时不能来，还是限制欧盟这个驻台代表处不能来？这我是觉得蛮怪的。可是伟航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蓝鹰的支持者，还是有一些人是挺朱立伦的，连白鹰的支持者也有一些是挺朱立伦的。对，所以他怎么这时候会收手？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像我之前在422的时候讲，为什么422要特别搞一个朱黄会，然后才426？因为朱立伦要去吸黄国昌的这一块。他不只说我跟黄国昌建议协议，那时候我就说他会开始模仿黄国昌。什么叫模仿黄国昌？像今天朱立伦已经很多人讲一句话嘛，正常轮已经变成烽火轮了，到处在煽点火啊，烧起来吧，德意志给我烧以色列给我烧，他就到处在点火嘛，不是啊？他根本就没有在管这个火要怎么灭，他就是要烧起来。有没有注意？其实今天黄国昌有讲很多话可是没有任何人在乎了。小草现在在问为什么没有人在乎柯文哲开庭？你看，然后大家只在乎8国联军要打来台湾啊。明显要不要回应？我觉得朱主席在凸显说在野党的处境啊，第一个面对执政党的一个压力，接下来党中央确实在这礼拜或下礼拜有可能被搜索嘛，传出来的讯息是这样，所以他来凸显说面对一个国家机器的一个问题了。至于说外交未来怎么去论述，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就是一个，就说一个面临到一个有可能被土崩瓦解，甚至面临到国家机器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威胁的时候，那怎么去把这个在野党的处境凸显出来？目的是朱立伦主席是这样子的，倒不是说啊，我要八国联军一个人挑战所有8国，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那明显。刚刚几位来宾都说国民党是放弃要重返中央执政的吗？倒不至于啦，就说接下来包括上礼拜他们因应大罢免，立法院也有内部做讨论，怎么去解决关税的问题，这都有，还有包括未来如何把台积电留在台湾的问题，这一些都有他们来讨论，所以还是又会有对照的方案。当然对立委来讲，现在此刻所有的立委都要回去变成要保护自己，他们必须要充实自己的那个反罢免票嘛。可是对于说台湾的未来，他们还是担心这一块啊。第一个，台湾不能只有一个声音啊，不能只有一个民进党啊，所以就说反独裁的问题在这里嘛。第二个，对于说如何拯救经济民生的问题，在野党在立法院还是有努力的空间的。来，苏佩，台湾确实不是只有一个政党，有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但现在国民党要战国际，他跟全世界为敌。那你说这样子的一个国民党要重返中央执政？我觉得刚刚大家讲的啊，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你的中间蓝、知识蓝、国际蓝会在支持现在的朱立伦吗？连这种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你居然拿出来比喻赖清德，然后来战国际，我觉得这是太荒唐了。然后你说国民党中央党部会不会被搜索？不知道。但国民党中央党部如果被搜索，是你们做了违法的事情，你们到现在还不去认错，然后还讲说如果搜索国民党中央就是民进党独裁，怎么会对？是国民党先违法才会被搜索，你们到现在还在颠倒是非，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接下来面对到第3阶罢免，国民党传统的支持者会不会站出来保护国民党立委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看起来这整个包括引起了国际之间的一些风波，短期之内不会消退。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包括内外交迫之下，要怎么样去面对？不只是国际之间的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国内大罢免的风潮。如果最后的数字看起来，今天数字已经是31比挂在那不知道是几，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不管是几，这显然是一场艰困的一场战役。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下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